一命二运三风水，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之命理讲堂。今天小酱之主要给大家讲讲，如果你的脸上有了悬针纹，要留意了。印堂之间的悬针纹、双雀纹、八字纹、川字纹、血光纹等，分别代表了各种不同的意外的灾祸。一、悬针纹，也称之为悬针破印，它是一个比较凶的纹路，像一根针一样穿过官禄宫到山根部分。有这种纹路的人势必神经衰弱，个性偏激，想做的事一定会做，不择手段，心狠手辣，勇往直前，不会在意别人的感受与想法，意志坚强，不怕失败。男命到老孤独，个性很强，很恶道，占有欲强，与这类人合作做生意多失败。女命悬针破印，克夫与断掌同一含义，环形子，如果纹路穿透点子克丈夫。二、双雀纹，印堂上有两道清晰可见的竖纹，被称为双雀纹，是典型的善纹。有此纹路的朋友，脑组织发达，事业心十分强，思想虽然保守却十分周到。搜索道教文化研究会。为人处事上也有条有理，韧劲十足，不论男女都能取得令人羡慕的成就。有此纹路的男性朋友，性子宁折不弯，总会在无意间得罪一些小人。而有此纹路的女性朋友，经常与老公有矛盾，婚姻状况不是很好。三、八字纹，八字纹的人劳碌命，40岁时容易有官灾口舌，女命防夫。左边的纹叫罗喉，右边的纹叫己都，两纹长短一样时灾小，两纹长短不一样，长时会伤害别人。右边比左面长时会刑克本人，待本人亦有牢狱之灾，所以我们也称这种纹路为刑狱纹。若是刑狱纹尾部有只角，可逢凶化吉。四、川字纹，印堂之间有3道竖纹，为川字纹。川字纹的人，若是直透上天庭，而边承胄马鼓起，则主人权势地位高，为社会梁柱；若是不直透上天庭之人，一生大起大落，白手成家。夫妻不和，不常生活在一起，无论男女，婚姻都会出现问题。男性容易克妻，而女性不懂得包容对方，因此婚姻常常以离婚收场。伤害纹侵入命宫，自右向左进入自己，脾气不好，克伤他人；自左向右进入别人，克伤自己。第二，6种越老越有钱的手相，而妇女贵，老年必定发达。一、生命线有分支向手腕延伸，生命线起于食指与拇指的中间部位，呈圆弧形抛物线延伸至手腕横纹，在生命线的末端开始分叉，并且分支向手腕延伸。有这种手相的人，则代表此人是属于越老越富贵的类型。这种人早年或许会吃一些苦，但在中年时财运会回升，富贵会出露头角，晚年财运大增，地位节节高升，家庭也呈现美满和睦之象。二、手掌心有2条玉柱纹，玉柱纹是从手掌出发，若是有2条玉柱纹，则一条延伸到食指下面，一条延伸到中指下面，这种手相是晚年得运的吉象。拥有这种手纹的人，在年轻时目标模糊，没有理想，不知道自己要追求什么样的生活，所以大多一事无成。随着年龄的增加，经历多了，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并且能为之奋斗。中年时会遇到大机遇，运势越来越旺，子女聪明孝顺，晚年福禄大增。三、拇指、无名指上有痘，拇指、无名指有痘的人，在青少年时代比较艰辛，虽然足够聪颖敏捷，能力也很强，但是经常会遭受不公平的待遇，并且会为工作奔波受累，还经常为此与恋人发生争执和矛盾。这类人到中年，
思想慢慢成熟，目标也会越来越清晰，会逐渐地将精力全部投放在工作当中，在事业上会取得一定的成就，获得地位和财运，晚年生活也是十分无忧自在。4. 小拇指上有直纹1或2条，小拇指上有1到2条笔直的纹路到达第1个指节，这种纹理在相学中被称之为运约纹。有这种纹理的人越老越贵气，早年吃的苦都是为后面的时来运转做铺垫，子女大有出息，不需要自己操心，晚年还能享子女的福气，子孙贤孝，富贵安康。5. 钱能生钱，手相三丘饱满的人贸易脑筋非常的强，他们很善于开掘商机，在事业上经常是他人的领头人。这种人不屑于那些蝇头小利，要赚就要赚大的，老是会找个各类机会赚更多的钱。他们善于理财投资，老是可以钱能生钱，把钱越赚越多，富甲一方只是时间问题。对于拥有饱满金星丘的女性来说，异性缘往往很激烈。拇指升起的小地方在手相学上叫金星丘，隆起中央的金星丘呈现出凸起、隆起，这表明这样的女性总是很受欢迎，因为她在生活和任务中很容易得到男人的爱和保护。因为金星丘代表着热情和魅力。6. 财库大，如果3丘都饱满，命中多财库，而且财库非常饱满，这个人是十足的财迷，但他们爱钱但并不贪婪。这种人不吝啬于与他人分享财富，许多人喜欢和他们做朋友，朋友多了比别人有更多赚钱的机会，总是尽快得到机遇，然后赚很多钱。水星丘饱满的女性也非常容易受到异性的欢迎。水星丘是指我们小指下的一小块区域，如果水星丘中心是饱满，这也表明这个人总是一个很受男人欢迎的女人。本来水就足以代表桃花、情感和缘分，所以桃花也叫仙池。第3，俗语3绿家中放，福到财是旺，是啥意思？家中的绿植该怎么放？在我们民间广袤的传统文化星河中，俗语文化是其中最灿烂的一颗星辰。俗语不仅仅是我们民间语言的精华，更是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而民居俗语更是老祖宗对生活的总结，对人生的展望。老祖宗的民居俗语中有这样的一句话：3绿家中放，福到财是旺。那么这句话有着怎样深刻的含义呢？这句3绿家中放，福到财是旺的俗语和民间的其他俗语一样，有着简单易懂、通俗明了的特点。所以这句话想要表达的意思很明确，那就是家中如果可以摆上3种绿植，便可以对家中的福气、财气起到好的作用。这样的俗语固然有着其片面的一面，同时也是老祖宗在当时那个生活环境下总结出来的带有主观论断的经验总结。但是这3种绿植虽然不见得能够对家中的财气福气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却可以改善生活环境，给我们的生活空间带来一丝生机。接着我们便来说说老祖宗所说的3绿家中放中的3绿到底是指的哪3种植物。首先是常绿植物。常绿植物在老祖宗看来有着长久、长寿的寓意，比如说松柏之类的植物。而那些只开一阵的植物，昙花一现，在老祖宗看来是不怎么吉利的。其次是叶子圆大的植物。我们传统文化中讲究天圆地方，而且老祖宗也有中庸之道的讲究。正是由于受到了这种文化观念的影响，所以民间认为叶子圆大的植物往往预示着吉祥和富贵。其实在老祖宗的传统观念中，家中植物摆放的方位也很有讲究。比如说植物放在东方，预示着家中的健康长寿，因为在传统文化中，东方属木，
代表了生机和活力；而如果将植物放在东南方，则预示着财富与成就；如果植物放在南边，则表示名誉和学识；将植物放在北方，则代表了事业有成。同时，植物五行属木，所以老祖宗认为家中的植物一定要避免摆放在西南、东北、西面、西北等方位。老祖宗在选择家中绿植的时候，不仅会在植物的品种、摆放的方位上下功夫，甚至有些时候，人们还会根据大门方位的不同、不同方位的卧室等等方面来选择不同的植物摆放。老祖宗的这些讲究，其实表达的正是一种对美好生活锲而不舍的追求。老祖宗信命，却不认命，所以民间的很多人都会用各种方式祈求过上一个美好的生活。这些祈求美好生活的方式，便是民间老祖宗所总结的经验。为了便于传承，老祖宗将自己的这些经验总结成了类似三律家中放、福到才是旺这样简单易懂、朗朗上口的俗语。这些俗语和其他的传统文化一起，共同构成了我们璀璨的华夏文明。好了，今天的女人12种面相克儿女一定不能中。克夫克妻早已是老生常谈了，生活中人们总是喜欢议论谁人克妻谁人克夫，但其实除了克夫克妻以外，刑克子女也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刑克子女主要会影响着子女的人生运势，会影响着自己命中的子女缘分以及运势，导致自己子女缘薄，子女运势不佳。那么刑克子女面相有何特征呢？今天小酱汁就和大家说说。一、鼻梁如拱桥。鼻梁如拱桥的女人一般个性比较强势，性格也是比较火爆，占有欲和控制欲特别的强。在家庭关系中，这样的女人大多都是当家主事，男人给这样的女人结合，可以说只有一个字来形容，就是忍。因为这种女的一般都比较能折腾，有点什么事儿都能把家里折腾得鸡飞狗跳。当然，这种女人一般对孩子教育方法也比较的强势和没有耐心，不喜欢用嘴讲道理，更擅长用手简单粗暴地压制孩子的兴趣和爱好，所以孩子也不喜欢给妈妈沟通。长此以往，孩子会更愿意给爸爸亲近，甚至到孩子长大成人后也会经常出现争执，从而导致彼此种下嫌隙不和。二、额头低陷。额头低陷的女人一般说话都是细声细语，没啥脾气，做什么事儿都是慢慢的、肉肉的，性格说话都比较含蓄。男人一般娶到这种女人是比较满足知足的，但是对于孩子来说反而不是什么好事。直白点来说，就是管不住自己的儿女，子女也不会听他的，甚至子女变大后反而更亲近严父。对于母亲总感到唠叨麻烦，子女也不喜欢和他相处，老年容易孤苦。三、嘴唇薄。嘴唇薄的女人一般都是伶牙俐齿，说话像机关枪一样，也不管对错就往外说，甚至有时候说话有点刻薄，豁出一张嘴。就是因为说话太多，所以也不太招子女喜欢，让子女感觉她很烦，并且还有爱管闲事的毛病。一般有这种特征的女人，经常喜欢给老公争执、骂孩子，给邻里也难以相处，人缘很差。对于孩子犯的错，喜欢抓着不放，唠叨到没完没了，容易引起儿女反感。并且嘴唇比较薄的女人，一般都比较的势利和现实，所以平时她的很多行为也会误导孩子。四、颧骨过高。颧骨过高的女人一般都比较强势，外表看上去比较严肃。这种女人一般事业心都比较的强，根本不甘心，也不可能在家做个家庭主妇，喜欢在外拼搏自己的事业。因为女人颧骨高，杀夫不用刀，克夫比较厉害，所以家中男人事业一般没啥大的起色，在家也被女人压得抬不起头来，容易离婚。而对于儿女的管教来说，这样的女人一般对子女相当严肃，管教也比较严厉，并且喜欢用自己强硬的性格，把自己认为好的东西强加给予子女，不会给儿女沟通，了解他们真正需求。而子女也比较怕她，看见就想躲，母子和母女之间的关系感情会变得淡薄。五、雷公嘴。
所谓的雷公嘴面相是指一个人的嘴巴面相中上嘴唇过大过于饱满，紧紧地包裹着下嘴唇，如此嘴巴便是雷公嘴。雷公嘴面相之人性格差，脾气怪异，是个很难相处的人，故而有雷公嘴面相之人与子女的关系很差，长久的相处会导致子女对于父母怨恨多多，一旦长大便立刻远离自己的原生家庭。可见雷公嘴面相之人行克的不仅是子女的运势，更是自己的老年运势。6. 人中弯曲且细窄。人中位于鼻梁和嘴巴之间，为人体人脉和督脉的交汇之所，连接着人体的生殖系统，所以从人中不仅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健康状况，还可以看出子女运势。人中笔直清晰深长的女人一般身体比较健康，能长寿，并且能得子女庇佑，晚年幸福。但是如果女人人中弯曲不正或者比较细窄的话，这种女人一般怀孕比较困难，子女运势非常的差，一生都在为子女操心和牵肠挂肚，让自己慢慢变成一个喜欢喋喋不休、让人不喜欢的妇人，晚年没有福分。7. 鼻梁无肉、皮包骨的女性。鼻梁最能反映出一个人的性格，鼻梁露骨无肉的女人一般个性都比较的要强，喜欢争斗，为人刻薄挑剔，对人对己都非常的苛刻，并且脾气暴躁，缺乏耐心。所以一般这样的女人不仅会在事业上对丈夫形成克制，子女运势也相当的低微，命中对子女克制严重，因为脾气太过暴躁，怀孕期间流产的风险相当的高，容易无子无女。8. 山根低陷且有痣。山根位于两眼之间的鼻梁根部，山根位置在面相中又称为夫妻座，代表了自己的婚姻。如果女人山根低陷或者此处长痣的话，这种女人大多肝气不足，身体健康方面容易出问题，很难有儿女，并且非常的没有自信。山根有痣，身体健康不太好，容易有恶疾，性格怯懦，对孩子和家人产生不好的影响，容易造成感情方面的困扰，婚姻不顺利。9. 下巴尖细。在面相学中，下巴以丰圆为佳，但是在当前的审美观念中，很多女人都喜欢把自己的下巴通过整容的手段变成尖细的样子，以提升自己的美貌度。然而下巴过尖的女人一般都非常的缺乏责任心，为人比较的自私自利，容易对子女宫形成压制，对婚姻不利，影响子女的运势。下巴有肉丰隆的女人不仅旺夫，也非常的旺子女，有助于提升家运。10. 印堂有竖纹。印堂位于两眉之间，又称命宫，代表了一个人的心胸和气场以及自身的运势。印堂有竖纹的话称为悬针纹，在面相中又称为斩子纹。这种面相的女人一般性格非常的刚烈，为人十分的挑剔，性格非常的固执而且刚硬，凡事都有一种不服输的劲头，不论对错也不喜欢向别人低头，所以孕期内很容易造成流产。就算有子女的话，孩子性格也比较的叛逆，非常的难管教。11. 子女宫低陷无肉感。在面相中，子女宫位于眼睛正下方隆起的部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下眼睑的眼袋位置，学名又称为卧蚕，也叫做泪堂，代表了一个人的子女运势和个人感情状况。子女宫丰隆有光泽的话，一般比较的旺子女运势，子女非常的孝顺，晚年非常的有福气。如果子女宫低陷干枯，没有肉感的话，这种女人天生的操心命，一生都容易为了子女而烦恼，生育能力比较低，很难有自己的子女，即便是有了，与子女的关系也非常的差，导致无法一起生活。12. 三白眼四白眼。一般人眼睛呈两白状，但有的人黑眼珠较少，眼白较多，使得左右上方或者是下方留白，就是面相学中所说的三白眼。四白眼是上下左右都是眼白，黑眼珠占中间很小一部分。这样的女人是典型的克夫相，她们事业低迷，老而无功，婚后容易疑神疑鬼，不让另一半与任何异性有接触，最终容易让婚姻受阻，感情破裂。在子女方面，他们无法与子女和善的交流沟通，且易于他们发生摩擦，一生运势不佳，婚姻不顺。面相有克子命，怎么化解？办法还是比较多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克夫克子归根结底是因为自己性格原因，是因为自己不懂得如何与丈夫与子女相处。
所以如果命主想要维系一段幸福的婚姻，让子女孝顺，家庭和谐美满的话，那么想要化解自己克死的命格，就最好从改变自身的性格做起，学会先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大家讲讲身上最有福气的10大极致，命里藏金。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发现一个问题，那就是在古人看来，每个人的面相往往都会影响到一个人今后的运势，因此方才会面相学的说法。那么幸运痣有好运的痣在哪？倒霉痣有霉运的痣又在哪呢？下面就跟我一起来看看吧。1. 身体10处幸运痣。1. 头顶的头发里有幸运痣。头顶发里有痣的人，说明自身由于前世的功德善业，导致今生能够的贵人帮助，且能够存财，甚至能够收藏到一些宝物。如遇到困难，即使有贵人相助渡过难关，或者出事之后衣食无忧，别人要奋斗几十年，而你一出生就便拥有良好生活条件。2. 后脑勺的头发里有幸运痣。后脑勺头发里有痣的人，说明有一定的贵气，有将相之才，有朝廷显贵之命。后脑勺有痣的人比较适合从政或从军，天生是吃官粮的人。3. 眉毛有幸运痣。长在眉毛中但外观可见的痣称为草里藏珠。以聪明来论，这种乡里的人确实聪明。眉毛里有痣的人，说明自身会得到贵人相助，暂且不论是贵人提拔还是贵人扶助，总之都会对自己有很大的帮助。事业上甚得长辈器重，婚姻也会很美满。4. 耳朵有幸运痣。耳朵代表一个人的财运、健康运。耳朵上有颗痣代表聪明、善解人意，同时也代表肾气比较足，并且涵养力颇深，学习能力强，对于深奥学术有很好的理解力。耳朵上部有痣的人，一般从小聪明伶俐。耳朵下部有痣的人，财运佳。耳朵眼内有痣的人，寿命长。5. 肩部有幸运痣。肩膀上长有痣，说明此人挑重担，在工作中往往担任着重要角色，负责重要工作，不容易轻松生活。能够担任领导或管理之职，能够管理好下属，是一个难得的管理之才。这个位置有痣的人在有一定能力之后，可以尝试自己创业。6. 胸部有幸运痣。胸部有痣的人，说明自身是个有福运的命，能掌握经济大权，会有很多幸运围绕着你。胸部有痣表示此人头脑灵活，善于经商，财源旺盛，痣越大财越旺，一生富足有余，而且子女聪明才智。7. 手心有幸运痣。手心有痣的人，说明自身衣食无忧。手背有痣的人，说明颇善于理财，且会是一个占有欲较强。这种人是个能力强的治理者，属于心思缜密、计算精确之流。这类人最适宜当工程师、法官或者会计师等行业。8. 膝盖后窝有幸运痣。膝盖后窝有痣的人，能够享受晚福，不仅能得子孙环绕，且能够得到他人的关心，晚年幸福感较多。男女都特别善于理财，男人更是富裕不为金钱发愁。如果女人在右膝盖上长了痣，宜晚婚。9. 脚底有幸运痣。脚底有痣的人，能管理下属，可获得朋友的拥护和支持，事业会有所成功。脚底有痣代表该人聪明，有特殊天分及才能，那个需要使脑才富有的香港，绝对行运，是所谓的丰厚带相。这类的人可以做地方之长，统领一方，像安禄山节度使脚底就有长痣。10. 腋下有幸运痣。腋下有痣一般指的是自己胸部的侧面到腋下的这个位置，而金柜也称为财库。以前银元拿包包或者银票的人，大多都是往腋下一夹，而这里也就像夹着一包钱一样。因此假如你这里有痣的话，象征家境会比较富裕。2.
身上10处倒霉痣。一、锁骨与脖头之间有痣。身体上面的锁骨与脖头之间如果长有痣的话，说明这种痣是晚年贫痣。长有这种痣的人为人不善于理财，所以对于他们而言，很多时候花钱没节制，在自己的晚年的时候会过得很清苦。二、痣长在臂后。这颗痣位于后臂之上，女人长在右手的后臂，男人长在左手的后臂，在相学中称为孤儿寡女痣。长有此痣的话，代表着2层含义，一种是自身的感情不顺，身体状况欠佳，导致生育力低下，不容易有子女；而另一种则是不太善于处理感情和人际关系，6亲缘分淡薄，与周围的亲戚朋友之间的关系比较淡漠，婚姻感情运也不太好，晚年容易落得孤家寡人的下场，没有亲朋愿意搭理他们，最后孤独终老。这颗痣虽恶，但是却不能点去。3、痣长在脚踝。痣长在个人的脚踝的话，说明了这种也是很不好的痣象之一。此处长痣的话，痣相中成为晦气痣，所以一般脚踝长痣的人都会有很不好的运气，而且他们很容易遇上麻烦。这种人每天就像踩着晦气开始的一样，做什么事情都会很不顺，而且人生之中坎坷阻碍很多，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所以对于他们来说，一生之中很难成事，比较容易遇到各种倒霉的事情。所以建议脚踝长有痣的人，建议你还是去点掉为好。4、痣长在胸口。一个人的胸口长痣其实也是一种不好的象征，胸口长痣会影响到个人的胸怀和气度，所以很容易在人际关系上面出错。特别是正好长在双乳中间的位置的话，就形成了痣相中认为的狼心狗肺痣，所以此处长痣的话，很不利你的人际关系，很容易做出一些有损你人际关系的事情，而且最后甚至可能众叛亲离，人际关系堪忧。所以对于这种人来说，无论是生活还是婚姻之中，都会过得一塌糊涂，诸多不顺，所以此处长痣也建议点掉为好。5、痣长在后颈。如果一个人的脖子后面的正中部位长有痣的话，这颗痣在相学中称为感情纠葛痣，也称苦情痣。长有此痣的人大多心智不坚，对待感情不够用心和坚决，容易错失好的姻缘。有的人比较花心，对感情不认真；有的人是心思太过单纯和执着，容易被异性的甜言蜜语所骗，导致感情不稳，婚姻容易出现危机。但不论是哪一种，不论自己在感情中是主动的一方还是被动的一方，最后的结果都是会陷入到一种长期的情感纠葛之中。6、耳垂长痣。在相学当中，若是一个人的耳垂的位置处长有恶痣，则属于典型的漏财痣。往往大多数的情况下，这样的人自己的手里就存不了啥大钱，常常是有钱就会胡乱的全部都给花销完，而且他们自己的烂桃花运势不佳，常常会有不会的异性缘上门，总是会把钱财都败坏在男女之事上门，少不了破财添麻烦。7、发际线长痣。发际线的位置处属于父母宫，代表的是他们早年的运势与个人的家庭条件等。若是在此处长有恶痣，则大多数的情况下，他们自己的先天的运势发展不佳，自己完全没有啥更好的发展，早早就会辍学，干啥啥不行，只能依靠出苦力赚钱。父母的身体方面也不是特别的好，总是会出现各种的矛盾与挫折，到最后还是一贫如洗。8、脚后跟长痣。如果一个人的脚后跟长有颜色黑亮的痣的话，这颗痣在相学中也称为麻烦缠身痣。双脚代表着行走，长有此痣的人大多一生奔忙不断，一刻也不得闲，而且做事效率极低，往往事倍功半。想要成功的话，需要付出比别人多很多倍的努力才可以。生活和事业方面总是麻烦不断，一生多做少成，
经常容易遭遇失败和挫折。无论男女，如果长有此痣的话，最好点去。9. 额中长痣。额头的正中部位在相学中也称事业宫或官禄宫，代表着一个人的聪明智慧、个人才干和事业贵人运。如果一个人的额头正中长有凶痣的话，代表事业方面的运势不好，容易产生一些错误的判断，而且也不太善于处理与领导和同事的关系，事业方面容易遭遇很多的挫折和困难。10. 眉头长痣。眉毛在相学中为兄弟宫或情缘宫，代表着一个人与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同事朋友关系和感情运。而眉头主感情，眉尾主理性，眉头长痣的人一般人际关系不是很好，也容易因为家产和经济方面的原因与兄弟姐妹之间发生纠纷或矛盾，与周边亲戚朋友的关系也不是很好，经常容易发生口舌之争，严重者甚至会惹上官司。好了，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我们下期再见。